8年山水，抵挡魂灵。接下来，我们便在此城生活。姑娘，可是名唤青吟？在下王平。还有人不把我孙家放在眼里？父亲，既然您不让我修道，那我便要成为这凡人之中的至尊。这便是金光吗？承蒙列位看官厚爱，咱们书接上回，说说天行帝国这位传奇皇帝王平陛下。话说啊，那帝山、大周与陈云帝国三国鼎立，已有数百年之久。直到约莫20年前，这帝山国君呐，是横征暴敛，惹的是民不聊生啊。有道是乱世出豪杰，民心即天命。咱不知这王平生于何处，起于何方啊？他活着，只知在那旱涝交替、一子而食的大饥之年，他携夫人出现在了帝山国。此人呐，不说空话，只办实事。他身先士卒，救民于水火。10几年间，他之一举是一传十，10传百，真是大好追随者日众，逐渐是聚起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。他们修水利，垦荒田，最了得的一件呐，便是领着百姓修复了那溃坝多年、祸害乡里的大堤。然而树大招风，这旷世善举却成了那暴君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这个暴君，赈灾不见人影，这拿人倒是星夜兼程。王平被捕的消息传出，举国哗然，民怨沸腾啊！王先生冤呐！就是，列位看官，您道王平当真毫无防备？非也，他早已料定暴君必有此一招。此番束手就擒，实乃一部深谋远虑的计。那暴君以为斩了王平便能震慑天下，稳坐江山，他却不知啊，暴政无道，天命已失。他更不知，他身边早已遍布王平的人了。国祚1000年的帝山国就此灭亡，救皇已死，是民心所向。请王平先生顺承天意，称帝拯救万民。请王平先生称帝，拯救万民。至此，王平于万民拥戴之中，黄袍加身，定鼎乾坤，国号天行。从广施仁义、收民心，到料敌先机、布暗棋，再到这刑场之上，民心暗子同时发动，这一局棋呀，环环相扣，堪称绝世之谋。天行立国5年间，王平是励精图治，更与大周、陈云2国缔结盟约，互不侵犯，那是国泰民安，再不负生灵涂炭之景。短短20余载，平儿
果真走到了人间至尊。天行民心稳固，国力日盛，大周与陈云二国想必寝食难安。这盟约无法持久，然天行兵强马壮，他们亦不敢轻启战端，不敢兵戎相向，自会另寻他法。长老严令，守酒干净，莫留把柄。大周与陈云已接触3条主灵脉，100年为仇，这波买卖不亏。灵气波动，全死了，一个都没回来，这怎么可能？从未听闻王平与哪个修士家族有旧，他起于微末，怎会？给老夫查清楚，王平背后到底是哪个家族在撑腰？敢杀我屈家族人，老夫定要揪出他背后之人，诛其满族。斩杀令，众修士不得插手凡间王朝之事，违者族灭。赵家正，禁令同向，勿谓言之不预。孙家言，凡间事，凡间了。修士越界，3大家族共诛之。战云行，只手遮天的3大家族，竟全都被惊动。这天行国背后究竟是谁？报！我军前线传来捷报，走路大军已攻破望北关。陛下，中路军距陈云国国都近300里。那就是祁连山吗？既然近了，要不要回去看看？好。来，把药喝了。去后山吧，那里埋着孙爷爷。青衣，我有20年没见他了。只要你愿意，何时启程都可以。老爷，天行军进城了，街面上倒是安稳。听说他们一路都是秋毫无犯，不扰民生。父亲，现在还没有完成当年愿望，等孩儿完成，便来见您。到了那时，有一些事情就该问清楚了。天行一统，四海归心，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终于走到了这一刻，大周、陈云相继归附。父亲，这兵连祸结的乱世，总算到了尽头。您老年纪大了，这酒啊，还是少喝一些。今天就喝1壶。啊，
老爷子真是孤寡。时间过得好快，平儿已是知命之年了。或许他自己也发现了一些端倪。奏折是批不完的。若是我们能有个一儿半女，还能添些热闹，你也不必终日困在这暗堕之间。有你陪着就好，其他的不强求。父亲，我完成了您的心愿，可为何我越发觉得心里头空落落的？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国不可一日无君呐！不必再劝，这万里江山是众将士与百姓一同打下的，交给你，我放心。我与青怡累了，父亲，我回来了。什么少爷？哎呀，别管！走，我们去后院。坐下吧，菜还热。爹，吃饭吧。平儿，想问什么？爹，我想知道我的身世。好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。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有一颗修真星，名叫朱雀。那里有一个少年，他踏入仙门为师，历经坎坷，看尽人心诡谲。
父亲，我累了。原来，这就是我等了60多年的答案。千换无情，生死一劫。原来，我是以怨气而生。请你，我好累。找一个平静的山村住下吧。好。或许你会有想明白的一天。休息一下，先吃饭吧。父亲说的对，人生还是平淡最好。若我能选，若有来生，我愿和父亲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里，平平凡凡的过一辈子。已经10年了，你既然已想明白，为何不去见见大老人家？我心里还有一个疑问，不敢问。我有种感觉，或许这背后才是父亲不让我修道的真正原因。我死后，把我送到父亲身边，你便自由了。你只要别忘了你的人生中有这么一世，属于我。皇权，我也会相伴。我不做那无情仙，只想做一个有情人。这又是何必呢？父亲曾说过，木雕之道，雕刻要用心去刻画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把记忆里的所有都落在刻刀上，融进木雕里。可直到这最后一个，我还是不得要领。待我死后，将这些木雕与我一同烧去吧。父亲，我早已经原谅了你。在下孙家孙熙，不知前辈驾临，所为何事？听闻此地有人冒充我雷仙殿使者行事，你等可知？也是，你等小辈问了也是白问。昨天北域并无其他使者，以为会几个雷系神通，便敢冒充雷仙殿之人。
击到神识，便可在整个星球击晕凡人，镇压修士。若杀了他，定能得大功一件。莫非那许木已经离开此地？哼，此人倒也命大。方才有一股极强的神识扫过。有趣，区区凡人，竟能在本座神识下保持清醒。有趣，区区凡人，竟能在本座神识下保持清醒。你是谁？难怪不惧神识，原来如此。你不是一个人。阴虚境界的极品傀儡，想不到走这一趟，还真是有意外之喜。待本座将你搜魂，倒要看看这傀儡是何人手笔。绝非第二部修士，但为何我看不透他的修为？雷仙殿使者，阁下是谁？想跑？留下这具傀儡，本座可饶你3人性命。今日是我不会饶你，若我晚来一步，犬子便已经死在你的手中。无论你是谁，今日必死！哼，不自量力！凭你！收用傀儡傍身，也妄想撼动雷仙殿使者！这点雷力不够。雷系神通，你是血木，这才是真正的雷。你是什么修为？我的修为，这是玉甲。
如此强悍的意境，此人绝非泛泛之辈。若他的意境已经突破第2步，今日难免一场恶斗。新神今日征战有神，爹，你不让我修道的原因，今天是要有答案了吗？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在你身边。意境在不知不觉中，竟达到了圆满。幸好，意境终究未突破第1步。若他意境也踏入第2步，配合傀儡，今日怕是难以善了。就这么点修为，也敢冒充雷仙殿使者？今日，本座便让你见识见识，何为使者！雷之神兽，唯有拥有此等雷兽，方配成为雷仙殿使者。尔等冒充之罪，当受灭族之刑。连雷角都未生，也配称雷兽？圣兽也唯有核心使者方能拥有，托在此等散修手中，简直暴殄天物。杀了此人，这圣兽便是我的。雷仙诀，天下万灵，皆难伤我分毫。自雷亦不例外。此乃雷仙殿续次神通，怎会被他如此轻易化解？仙宝全力一击，竟仍无法撼动其根基。阴虚修士，果真强悍。你对雷道的感悟，确实在我之上。若是你我修为相当，我几乎必死无疑。可惜啊，可惜！你终究只是个问鼎修士。你可知，第1步的神通再强，也跳不出术的范畴，而第2步的天地元力，触及的乃是法则本源。交出银角雷兽与傀儡，否则元力之下，尔等皆化飞灰。要战便战！我元力所生无极。若再消耗，阳时之境更是遥遥无期。以血木之姿，甘愿隐居，又怎会护死？不如照其意境破绽，攻心为上。如此紧张，本座只是好奇，这一介凡夫可知晓，自己早已是个死人。住口！意境的破绽，果然是这般。
他既肉身不存，你为何要用那金色秘法强行吸魂于此？闭嘴！招式不错，但辅不了本座。让本座看看你这逆天而行的固魂之术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？这是精灭剑气！疯子，此人绝对是个疯子！此等剑气，他竟然只用来给一个凡人固魂素体。若那剑气方才朝我而来，元力神通，他怎么可能会施展元力神通？是你逼我动用本源元力，元力雷霆！雨幕，且看看在这雷鼎之内，你我之间到底谁能活？练！做什么？老夫问，为何让我心神不宁？射神车，第三封印，开！不可能！这是什么雷兽？爹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一旦修道，我就会神魂俱灭，对吧？我的身躯是剑气所化，我早已死了。你不曾死去，你就是你。爹，您曾叫我遇山开山，遇水渡水，即便天地阻拦，亦当逆行而上。其实，我心里早已有了答案。
只是不敢面对。为什么我不能修道？为什么我没有子嗣？为什么这70余年我不曾生病？甚至连真正的疲惫都未曾体会过。现在我全都明白了，难怪小时候总梦见自己身处一片金色的天地。我王平没有娘亲，但所幸这一生有您，有青姨。爹，您瞒了我70年，只为给我一个完整的人生。谢谢您。若有来生，我会来寻你。原来我连真正的泪水都没有。爹，保重！平儿没法完成承诺，陪您走完生生世世了。平儿，喝药。爹，药很苦。爹，药很苦。我与王平有约，即便是黄泉也会相伴。我要陪着他。你不后悔？不会。爹，保重！平儿没法完成承诺，陪您走完生生世世了。爹，一旦修道，我就会神魂俱灭，是真的吗？我死后，把我送到父亲身边，你便自由了。若我能选，若有来生，我愿和父亲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里，平平凡凡的过一辈子。
父亲，既然你不让修道，那我便要成为这凡人之中的之尊。玄儿，你长大了。老周，父亲，用一匣子岁月陪伴平乐，换一场修道机缘，亦可愿。我真的是不明白，父亲到底为何不让我修道？我说过了，你不适合。那个像生熟的动物，真是不错。我大了，轮不到你来教训。爹，玄儿一生都要陪在您身边，即便死。你不能偏心，不能让爹爹伤心。爹，要不我……尘归尘，土归土，生死轮回之上，却是那捉摸不定的因果。你身负之愿，起于沙场，亦须于尘世中化解。此番，我便与你一次新生，入这人间烟火，得你真真正正该有的一生。
先前我们有些误会。哦，误会。我乃雷仙殿使者，还敢动我？去。黑幕，撤！此人原力枯竭，杀他已是易如反掌。只是可惜了这具阴虚肉身。散开雷幕，饶你不死。徐墨，你我并无不可化解的生死仇怨，你究竟意欲何为？尽是烙印，他竟想让我认他为主，狂妄！雷厉精纯，却是炼制仙味的上好材料。跟上。这畜生！我知你意图，你想让我认你为主，可以，但你卸下奴印之后，必须放我离去。奴印，他竟然是如此以为。好，你若食言，我便是凭着寿元浩劲，也必会催动雷仙殿秘传神通，与你玉石俱焚。任他这奴性如何玄奥，待我恢复些许天地元力，顷刻间便可冲破。届时我回到雷仙殿，定要叫他死无葬身之地。篆刻元神的法宝，徐墨，你要干什么？为确保禁制烙印万无一失，暂先将尊驾的元神请出罢了。寻常奴役，何须请出元神？你莫非是要将我的肉身炼成傀儡？混账！还我肉身！引起徐墨，你竟诓骗于我！是你自作聪明，认定是奴印。好，好，是我呆了。但我元神非心甘情愿，轻则难以驱策，重则精神俱灭，一切成空。你做我傀儡3000年，期限一到，我便还你自由，如何？这奸妻欺骗我拼尽寿元施展秘法，也绝无生机。先前这具傀儡，为是已然惊人，看着也是坚固无比。若以我肉身计炼，应该能撑个3000年吧。
天成的仙位。如果尽力配合，他应能顺利炼制。只有成功，才能保住我的元神。元神已灭，如此一来，这仙位根本无从施展神通。本以为有阴虚肉身和雷兽精血加成，足以炼出一具中品仙位。如今看来，要提升仙位品阶，实在几率渺茫。罢了，此番也并非一无所获。此肉身已至银级巅峰，根基犹在。待他日我可元神出窍之时，我也可操控一番。雷心殿之力，好强的雷障！点化天地，以自身道化为点，壮烈一方。可惜，此术需以天地元力为根基，不到阴虚之境，无法施展。饮九天之力，纳天地元力，抵挡阴虚，淬炼阳实，尽可将天地雷霆化作元力以供修炼。有此术相助，我踏入第二步的时间，至少可缩短大半。这雷元术如此霸道，若无雷体护身，修炼此术无异于自取灭亡。难怪雷仙殿能垄断此法，在罗天星域横行无忌。如今我手持雷仙殿令牌，即便是真正的雷仙殿使者遇上我，恐怕也一时难辨真伪。不过一个使者，身价便如此惊人，这雷仙殿的底蕴当真深不可测。有此仙域为基，问鼎后期，突破。修为已故，是时候再探那望月之秘了。金岩矿脉事关天理圆满，纵然它是望月之骨，我也志在必得。云霞香乃是一条沉睡的望月伪装而成，若此兽在取骨时苏醒，我断无活路。此行要成，唯有借大量生仙果，暂且将其麻痹。不知是哪位使者大人莅临我幻家，幻家上下有失远迎，
还望恕罪。万家家主，上前来。这声音是他。幻家家主幻风神参见使者大人。先前不知大人尊驾多有冒犯，还望使者大人海涵。他此番前来是来清算旧账。我此次前来是要取你幻家的升仙果。使者大人，那升仙果关乎我幻家100年后进入雷之仙境。使者大人，我幻家愿放弃100年后进入雷之仙界的资格。哦，升仙果竟与雷之仙界有关，只求大人不念旧怨。可使者大人都在这里了。离仙殿使者这块虎皮倒是好用，看来可以借这个名头，在罗天北域运作一番。千家千魁子参见使者。千魁子前辈，好久不见。啊，不敢当前辈之称，折煞千某了。听闻使者正在寻访升仙果，我千家略备薄礼，愿献与使者，聊表心意。消息如此灵通，姿态做得十足，当真是一只老狐狸。大人请慢。啊，千某斗胆，敢问使者可否请出雷仙殿令牌，让我等一睹仙威？哦，前辈不信我？千某不敢。罗天之内，谁人不知雷仙殿使者定额99，味同星宿，尊崇无比。千某岂有胆量开嘴？雷仙殿令牌绝无假冒可能。此子修为不到100年，竟已踏入问题后期，不如提前压住于他。千某有一事，请使者大人听我一言。讲。雷仙殿使者身后皆有家族势力依附，若使者不弃，千某愿在此立下道誓，待您突破阴阳虚实之时，便是我千家举足依附之日。雷仙殿使者竟还可以在外发展自身附属势力，我的身份若被戳破，必生反噬。届时非但护不住他们，反而会累积满门，此番因果皆不得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此事作罢。定是因为昔日患无情之事，与他生了芥蒂，今日又横加试探。可惜，这使者名头未免太大了些。罢了，合用就好。费这些时日，走遍罗天北域，总算凑足了数量。
冒险解开他3道封印，虽未反噬，脾气倒是见长。云霞星，此星若成，皆那望月之骨天孽珠的金属性，或可就此圆满。第8次了，这次一定能逃出去！都是你，王林！要不是你跑到这罗天星域来，老夫怎会落到此等境地？这武技似乎比上次来时更浓郁了些。不对劲，此地险峻，若还不愿变回摄神车回归储物弹，会徒增危机。古神之意中，望月形态有3，其一为游离状态，毫无攻击性；其2为沉睡状态，全身须毛蜷缩，形状奇异；其3便是最为危险的攻击状态，全身须发无限延长，攻击目及之处一切活物。刚刚那出手便与这第3形态颇为相似。千丈长短，这望月尚未完全苏醒，还在向第3形态过渡。莫非这100年之内有人来过此地？意志传承中，望月触手根部经脉充盈，要将这巨大望月麻醉，唯有将升仙果在根部引爆。升仙果时效恐怕有限，得速战速决。升仙果已埋下一处，剩下的如法炮制即可。望月触手，时至其8已埋下升仙果，取骨之时，一起将剑枝解开，便能将其麻醉。取骨之前，尚有一事必须确认。仙力，看来真是有人闯到此处。难怪望月苏醒，受到这裂骨之痛，阴能不怒。这断骨之人显然不认识望月，否则绝不敢如此行事。贪狼，他们果然追来了。只是不知那些老怪是聚众而来，还是只来了贪狼一人。我已施了7星剑阵，这山石却是不能放过。定！这头望月已然处于第3形态，若只是差了一座山石，尚不至于此。
体内有一剧毒之物，名为月华，为古神之血可破除。任何对月华的威胁，都会使望月陷入暴怒。待望月死后，月华会催动其遗骸自爆，使得四周星域除古神之外的生灵尽灭。他莫非是把那月华当成了宝贝不成？贪狼染指月华，若是没被望月所杀，便是被其吞下。望月所吞之物，都会凝聚在体内一处。望月体内自有循环，排泄之处不通外界，而是在此重新吸收，化为养分，回归体内。这不就是个粪坑吗？可是有道友在外面。果然是他。道友，准助老夫离开此处，老夫必将半生所积的法宝尽数奉上。贪狼被关在此地，却无人来救。看来联盟星域内只追来了他一人，如此甚好。既无后顾之忧，取骨就在今日。贪狼留下的这道裂口，倒是正好为我所用。取望月之骨，此时在我一生凶险之中，也属前三。仙途逆旅，机缘转瞬，待得望月真正苏醒之时，便再也没有了取骨的机会。就是现在！道化黄泉，黄泉之力。昔日在深渊之地感悟两大星域的撕扯，机缘之下悟得此事。今日趁着望月迷醉，便用这撕扯之力，将望月之骨剥离。超出！这骨骼过于庞大，无法收入储物袋之中。唯有趁望月尚未完全清醒之前，速走。望月快醒了！行位！你已随我900余载，今日不得不见你脱险了。
片大陆在太上，这望月在抬头。速走！只差一点，只要迟滞他片刻，便能离开这云层。那是七星剑阵。七剑归位，听吾号令！拥有的破碎之技，即便屠司的记忆之中，从未有过口吐古神之语的望月邪说。亡我，老夫终于出来了！哼，王林，是你！老夫今日定将你挫骨扬灰！事已至此，望月之骨，送你半截！扔下了一座山，王林小贼！你既然出来了，就来当吸引望月的靶子吧。老夫就是燃烧寿元，也不要再去那个鬼地方！混账！这鼎老子不要了！想杀老夫，门儿都没有！山河屏风虽是赝品，威能却着实惊人。屠司之意中，若天道有名，则古神有月；望月之怒，如古神应之。此招以我之能，绝不可硬抗。这职业上怎会有道存在？这一招什么来头？这畜生太强！王林，为了开启这尊先帝棺，老夫取了9999个凡间帝王的魂魄，无心挡不住这畜生的意志。
肉身之雷，以元神之形，便可增速。如今，我元力意识油尽灯枯。 望月的耐力却是无穷无尽，再向前也是罗天难遇。望月停下了，难道他对离开罗天北域有所顾忌？这望月之力强得惊人。 却畏惧着踏入这里，莫非罗天难遇有什么比他更加恐怖的存在？罢了，此刻多想无益，万般准备，没想到此行还是九死一生。眼下须得先找一处安全之地闭关，重新凝练一具肉身，而后将这望月之骨炼化，天意圆满。 在眼前，难怪元神冥冥中牵引我来此，原来是这儿藏着一颗雷霆星球。 如今我肉身崩溃，元神易损，正需一处雷威充沛之地疗愈。此地正好。仙尾为何在此退缩？此处应当另有玄机。不若让仙尾留在此地，我自行探查一番。 此地雷霆精纯，与我本源之雷极为相似，但雷威浩荡，与我都是机缘，便以此地雷霆修元神。
天雷！这杀星真是越来越恐怖了！哎呀，这样下去，爷爷我啥时候才能自由啊？短短10年，我的元神竟完全修复。恢复元神之时，已吸纳了海量雷霆之力，此地雷威竟全无衰减势头。不如一鼓作气，再借雷霆，重塑肉身。分身虽无法修习古神神通，但借古神诀秘法，从天地之力中凝聚出肉身，确实可有做到。来！上次凝练肉身，还是当年在古神之地，自那屠分手中死里逃生。匆匆数百年，我走出却闯无天，步步小心，竟还是落得肉身破灭的境地。而这一回，我承受了整整60年。一甲子的岁月，我吸尽了此地雷威与生机。以古神诀铸就了这具肉身，此身蕴含着雷霆之力，可谓是道不可亡也。肉身已成，是时候让天逆珠将望月之骨吸收。使其彻底圆满了。望月谷巨大。天逆珠吸收起来却是有些缓慢，索性借此时机清点此行收获。为夺着望月谷，法宝损耗巨大。贪狼这些宝物都是意外之喜。这山石之中封印着仙山之魂，将山峰、河川乃至星球抽回。用挥洒神魂用以攻击，乃是第2步修士才可掌握的大神通。这山石在贪狼手中，足以切断坚硬的望月之骨。如今贪狼的神识烙印已毁，他是对敌之时，定有妙用。可惜。以我之能，尚难驾驭，但只要有此宝在手，便能让我提前感悟这独属于第2步的神通之术。此物并非山河图正品，而是依靠神通把山河天道图印在了屏风之上。
虽为他本，但此物足以硬扛望月的攻击，护身保命再好不过。可惜此物已被望月使出的蛊神一指所伤，若得机缘，定要将其修复。跟凡人皇者的头冠一般，并无出奇之处。但他直面蛊神一指竟毫无损伤，连细微的裂口都没有，绝非寻常。这5颗珠子蕴含着5行属性，刚刚这股力量并不强大，反倒像是在我身上寻找什么一般。莫非……昔日朱雀星红蝶便有着武灵之体，此物难道与他有所关联？贪狼曾说，他取了9999个凡间帝王之魂，才勉强操控此物。亦或只有拥有5行灵体的帝王，才能发挥神通。他之用材，恐怕来历极为悠久。即便是蛊神记忆中也提及不全，待他日再做定夺吧。天逆，只差这最后一步。忍住！我王林之道德，有此珠儿时，当年自横越而出，逆途求道，百死一生。天逆圆满，我已得近1000年。此珠伴随我太长的时间，但我对它却是始终了解甚少。耗费如此心血，天逆珠，让王某看看，你究竟有何玄机。境界威压，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战力，仿佛休止在这大门面前。唯有破碎悼念，俯首跪伏，全无抵抗之能。仙凡之别，天地之隔，此种心境，我已有1000年未曾感受过了。但我之悼念，纵是神魔也无法动摇。1000年前如此，今日更如此。一扇门破我悼念，做梦！天逆，无论你是何物，是我把你圆满。天若杀人，我便灭天；你若反我，我便碎你。通天巨臂，此臂并非蛊神之臂，莫非是守护大门的特殊禁制？天逆珠本
就一点重重，圆满之后更是难以捉摸，还需试探一二。去！这是龟色之力，若是强行上前，必会灰飞烟灭。那巨大的门扉通向何处？那条手臂又是什么？天意圆满，莫大的机缘就在眼前，到底是哪一步出了差错？这是这池中的雷霆之力，远胜于先前的星球，连雷兽都不敢深入。在此护卫。主子，这么大的雷，你要进去待着我没意见，能不能把我留在岸上啊？以我现在的肉身，行至此处已是极限。此地雷霆霸道非凡，是运转雷元术绝佳之所，定能将珍贵的元力提炼而出。还是说，天意主引我来此，是要借我之手炼化元力？元力可助天意大门重开，大门重现，但我依旧不是这巨臂的对手。天意珠再次将大门唤出，难道此地有能够将巨臂制衡一二的术？就是现在！让我看看这大门之内究竟为何！你可知何为道？知或不知？不知。那你可愿学道？星辰生命，万物轮回，皆是道的显化。闻斗者，周生夕死，足啊！寻斗者，往生之死，汗啊！
生死往复之力即为道，因果轮回也为道，仅此而已。山脉起落为石而至，百川到海为水而至，破云见日为鸟而至。此中种种，皆有道。然若非其身，便无从感受其道。星球凝结消散，生死轮回是道。众生平安，因果循环亦是道。我不累。然其因何而起，又因何而灭？你可曾想过？天地万象，皆有几处。原来，这就是道。寻道的尽头，原是寻迹。这背影是谁？雷之仙界开启在即，这一回定要在雷池之中炼化足够的元力。这是威压？难道雷池出现了变故？银爪灵兽，阴虚傀儡，莫非他也是雷仙殿使者？他区区问鼎修为，怎能无惧雷之威呢？仅这一眼，就让我心神大损。道心空切，修为跌至阴虚。天逆珠内，竟蕴含着通往第3步的滔天机缘。今日竟亏得义父已有如此造化，若能那日天门大开，不敢想象。方才那令我险些心神破损的眼神，想必是传说中的道焰。若我能追随他，这对我来说就是个一辈子的大机缘。拜见前辈。何事？前辈，晚辈申公虎，罗天南域申公家族之人，雷仙殿2级使者，原是阳石境界修士，恳求依附前辈。依附？晚辈此人是被我方才感悟的威压震慑，才有此言。依附于晚辈的修真家族，但那感悟怕是无法再次施展。这申公虎修为已达阳石，若他日看破虚实，恐因危机。只求前辈在晚辈突破之际点拨几句。不可。前辈，晚辈愿献出道魂，以道心为证。求前辈准我依附1000年。啊！道魂都献出来了。道魂在手，便不惧他日后反水。此人倒是果断。你不后悔？晚辈绝不后悔。
你为何会来此？雷之仙界将要开始，晚辈打算在此修炼，吸纳元力。我非罗天之人，不知雷之仙界还有多久开启？再有30年，届时凭着雷鼎，便可入内。30年。当年的宇之仙界，奠定了我征战星域的基石。如今这雷之仙界，却是无论如何也应当走一趟。雷仙界对进入者修为有何限制？回前辈，问鼎后期大圆满级以下，皆可入内。凭借雷仙殿秘法，即便修为已达第2步，也可进入。只是在界内，施展的神通不可超过亏孽初级，否则将引动界面崩溃。既如此，70步、80步、95步，啊，100步，100步雷霆，视若等闲。前辈果然是隐藏了修为的高人，我申公虎此番赌对了。现今竟只能走出10步，若我修为全盛时期，50步也不在话下。与雷到此一战，因过度使用斩罗诀，几乎耗尽我之本源元力。修到第1步，元力弥补难如登天。幸得雷之元神，可靠雷元术将此地雷力化为元力，必须尽快恢复。在100步处引动如此海量雷霆入体，若是我，定有元神重创。前辈修为深不可测。边远区域的雷霆，元力终究稀疏薄杂，唯有更深处，方能炼化更精准的天地元力。欲速恢复，必须深入。动了！前辈终于要再次动身了。2年苦等，只为此刻。若能窥得前辈一丝神通轨迹，便是天大的造化。再次动身，怎会仅有10步的距离？之前那恐怖的气息，莫非是巧合？那我的衣服，岂非成了天大的笑话？力之极尽，仍不可入。我元神与雷同源，定有踏入之法。
莫非关键并非力量，而是道？天地万象，皆由己出。非力之运用，乃道之契合。道同才可云兮。踏雷而行，雷为其节，天地迎之，这才是真正的雷道极致。我等了2年，要看的就是尊主这样的神通。第3步的一瞥，对道的感悟，虽无功伐之能，却远比万千神通更为珍贵。此地好是热闹。战空裂，问鼎后期，竟能稳坐内环，定是他身怀抵御雷霆的绝世异宝。此地不是你该留之处，滚！我道是谁？原来是申公虎。战某眼拙，一时竟未看出，你这修为跌落的可不少啊！与你何干？这位小友面生的很，能安然居于内环，想必身怀异宝啊！何不取出，让战某一睹为快？哎呀，主子，完了完了，祸从天降啊！来者不善，咱们要是被说穿了，可就全完了。杨时修为，此人误以为我身怀重宝，绝不会轻易罢手。申公虎为表忠心，定会全力维护。之前阿谀修为相当，才与他虚与委蛇，但今日有尊主在侧，何惧于他？3息之内，不魂则死。为了一个身怀异宝的问鼎小校，竟要与我搏命！申公虎，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？战空裂，拿进来！战某凤羽到底！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！哎呀呀！打起来了！这申公虎眼下修为跌落，肯定顶不住啊！申公虎若败，我必落入战空裂之手。此时若退，亦会引申公虎猜疑，陷入危机。申公虎，此战我不会出手帮你，便算你依附我的一个考验。若败，道魂还你。哼，尊主放心，申公虎绝不辱命。孙主，为了独吞大陆，竟有此子可以这般拙劣戏码，想吓退我战空裂，笑话！的引雷之术，借元力照天地之威，既不逊于元力化鼎。此术运转间，似未尽其妙，有一丝不邪之意蕴藏其中。破局之法找到了。
就看你不顺眼。今日一试，倒也有几分本事。申公虎，你的神通空聚雷之行威，却无雷之神魂。道心未与雷融，如何能驾驭真正的雷霆之力？尊主明鉴，此乃晚辈瓶颈所在，恳请尊主点拨。哼，道念融雷，谁人不知？可修行前路渺茫，根本无人知晓方向。这等玄虚之言，谁不会说？还在演，我倒要看你如何收场。明白了吗？脱离表象，直指本源。唯有以此破局，方能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惊退掌控力。他竟真能直指道运本源！申公虎的道心修为竟瞬间精进，此人绝非问鼎，他之修为不可估量。尊主点拨之，如同在造。晚辈明白了，战空裂，再来！晚辈战空裂，有眼无珠，冒犯前辈清修，还望前辈海涵。恭喜申公兄，得遇明主，此乃天大造化，占某心福。在下已接到雷仙殿的诏书，日后你我便同殿为师。告辞。尊主，扰您心静了。诏书为何物？回尊主，诏书乃雷仙殿传唤之令，凡是获得候选资格者，皆会收到。每次雷仙殿开启前3月，使者名位若有空缺，便会从候选者中竞争选出。以战空裂的修为，此次若无意外，当能稳战一席。申公虎在此，或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我欲闭关一段时日，参悟一道关键神通。你先行离去吧。此乃传音预检，尊主但有驱使，申公虎必即刻赶来。这枚玉简内记录了罗天南域的详细星图，或可为尊主引路之用。去吧。10年吞吐，元神已臻圆满，元力已再无容纳之余地。此乃修为瓶颈所致。若想更进一步，非突破至第2步不可。现今5行已满，这阴阳之行分隔两端，寓意着什么？天逆，你下一步究竟需要什么？万幸，婉儿他们的神魂无恙，反而好似更为稳固。雷之仙界开启还有20年，当务之急乃是突破自身修为。罗天南域，废弃星球众多，凡人聚居，正适合隐匿行踪，潜心修炼。需尽快寻一处安稳据点。也是时候拥有一颗完全属于我的修真心了。罗天南域，蛮荒之地，星球多为废弃，灵气稀薄，故而无大神通者愿意踏足。反倒成了凡人与低阶修真家族的栖身之所。正好，此地足够隐蔽，
距离雷之仙界开启尚有20年，此间我需完成2件要事。其一，依据所见第3步之道，重新调整自身神通，以免误入歧途。其二，道化黄泉所需海量运气，必须尽快着手收集。该死的剑意！你家许爷爷终于把你给征服了，从此以后，老子就是真正的剑灵。小林子，还不把你家许爷爷给放？你等着吧，咱俩没完！此行气息，竟与朱雀星如此相似。此星凡人众多，修士最高不过元婴，竟无一人化神。众多修真家族依附凡人国度而存，恰是因灵气匮乏，大道难行所致。倒正是我所需。父亲，慢些。为父，没有时间了。我张家历代家主，皆需亲自踏上这峰顶，望着天地跪须而坐。此乃祖制。像我张新海，执掌张家数百年。张家虽是此星第1大家族，历代家主也自问勤勉，奈何天不假年，终究卡在这元婴后期，无力化身，憾矣。父亲，此人，我神识扫过，竟空无一物，但肉眼分明可见，这得是何等修为？此地不错，可惜如此山峰，却被你等用作归墟之处。晚辈张新海，拜见前辈。前辈若是喜欢这恒云峰，晚辈立刻奉上。你寿元将尽，此事即便以我之力，也难以逆转。前辈误会了，晚辈知晓天命，临死之前能得见前辈神通，已是天大的机缘。死而无憾。莫说这山峰，这青灵星，前辈若喜，亦是前辈之物。为你逆天改命，我做不到，但引燃你自身残余灵力，许你10年阳寿，尚可为之。这个神通也是在看到第3步道路后，才可勉强施展。若是当年便拥有此术，婉儿也不会。多谢前辈再造之恩，多谢前辈。前辈有何吩咐？张家上下，刀山火海，万死不辞。我给你10年时间，搜集此星天下凡人死亡前的各种怨气，越多越好。若你办得令我满意，那么此星有我在一日，你张家
香火不绝。不行，此人是……不要多问，快回族，举全族之力，不惜一切代价为前辈送祭。这是我张家天大的造化。从今日起，此星归无所有。腾云山万里之内，化为禁域，擅入者不饶。这一日，我成了青灵星的主人，腾云禁地，万里封疆。坤极鞭，我之法宝众多，论功法，仙界弯刀更胜；论防护，尊魂幡与山河图更强。论拳击，仙界山师与摄神车亦在其上，但此鞭却是唯一隐约触及我所见第三步之道——暗合因果之意的存在。我之意见，已由生死轮回渐转因果，但此道浩瀚，以我当下感悟，还不足以将之凝练为实质。或许可借此鞭承载意境，提前窥得一丝因果之力，一语集合，道与深同。以此鞭为引，暂成因果，望他莫负我道。家主，西山郡怨气已收70%，但地域广阔，凡人分散，进度恐难再快。东海诸岛情况更甚，岛民数量虽多，但往来不便，光是飞行赶路便要耗费大量时日。快，还要再快！10年之期已过半，我等收集尚不足40%。前辈之命，关乎我张家未来存续兴衰。传令下去，所有族人不惜代价昼夜轮换，务必完成前辈嘱托。是。死路，全是死路！咱们这是闯进红云禁地了！别自己吓自己，说不定只是山里的瘴气。你不知道西城李家那几位跋扈的元婴老祖是怎么没的吗？哪里来的外道，也敢在我青灵星画地为王！给我破！连元婴老祖都像被捏死的虫子，咱们2个凡人还不够里面的厉鬼塞牙缝啊！老祖饶命！我们不是故意的。我们没死。谢老祖不杀之恩，
谢老祖不是谢老祖慈悲。5年酝养，意境初融，以此边驾驭因果，操控起来比神识更加方便，威能应也倍增。不过，还需一世锋芒。小林子，别鼓捣这小破鞭子了。你许大爷我现在身负远古剑意，滚出来！哎呦，还敢这么跟你家雪爷说话？小林子，你还没搞清楚状况，老子已经不是当年的许立国了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这世间之事，难逃因果，因无处不在，果处处都在。我亦是一切因之本源。主子饶命啊！要散了，真的要散架了！你的远古剑意因我而获，如此所结之果，自然归于我。小许子知错了，真知错了。空姐当年要不是主子您把我练成魔头，我哪有今天啊？不，我是说，我哪有福分跟在主子身边啊？那是你的因果，不是我的。许立国，你个蠢货，早就记不住，这杀心比我还破头啊！主子饶命啊！小许子知错了，真知错了，这玩笑可开不得啊！威力尚可。主子神通盖世，刚才小许子就是故意演一下，都是为了让主子多试试神通。小许子对您的忠心，苍天可见，绝无二心啊！既然出来了，便暂不用回去，在此方万里之内，自行领悟你的剑意去吧。自由了？不对，绝对有诈，这是考验，一定是考验。哎呀，主子，许立国舍不得你啊！只有在您身边，小许子心里才踏实啊！随你。我就知道是他，跟我斗。谁惹事，禁闭100年。主子还真有畜生缘啊！在庆陵星的时日，称得上是我修行路上难得的清静时刻。10年之期，很快就到了。子丹与他服下，若他天资足够，或可凭此得一线化神之机。多谢前辈。张扬继任家主，待其父为我行走清岭星。依我之命，开始在清岭星广植生仙果。而黄泉在吸收运气之后，渐渐有了一丝元魂的影子。神通改良，却始终难有寸进。那你在摸索间，因不断领悟第3步风向，意境在不知不觉间达到了问鼎大圆满。
后的1年08个月，我的修为也终至问鼎大圆满，天魔修道，诸德圆满。便当你需要仰望的朱雀，也已在我身后。修行这条路，总算是走到了第一步的尽头。距雷之仙境开启，还剩下3个月。雷之仙境需持雷鼎进入。群山公户不可得顶，但容易被他看出实力，风险太大。但据深宫湖所言，雷仙殿会根据各个修真家族实力，分发1至数尊雷鼎。眼下正是他们取回雷鼎的时机。这位使者大人，驾临我圣坛星，不知有何指教？阴虚修士，看来深宫湖的情报有误。你们是取雷鼎而回？不错。使者大人若有吩咐，但请明言。我需要一个雷鼎。老夫此番前往雷仙殿，正听闻有一狂徒竟敢冒充使者，本以为是无稽之谈，今日见到你，老夫才算确信，你就是那假冒之人。小子，莫要在老夫面前故作姿态。雷仙殿使者，哪一个不是拥有大量的依附修真家族？区一个雷霆，何须像乞丐一般索要？另外，这罗天南域内所有的雷仙殿使者，老夫可是全都见过。你区问鼎，弄一只虚假雷兽，也敢在老夫阴虚修为面前造次？阴虚傀儡！我张家尸骨玄幽焰，但凡沾上，连元神都可焚毁，竟动不了这傀儡分毫。我只要一个雷鼎。拥有阴虚傀儡，此人恐怕不是寻常小辈。他若是个第二步修士，今日这鼎给也便给了。但老夫刚刚突破阴虚，岂能在两家小辈面前被他这般强取豪夺，辱没家门？大言不惭，区问鼎修为，真以为自己能胜得了老夫不成？看来今日要动用元力神通了，小子，这是你逼我的！哎呀，这阴虚老怪不好对付呀！主子，我们快逃吧！坚不可摧的仙山之魂，
竟有些荣华。这神通另有蹊跷。法宝奇异，雷法也如此惊人。这小辈到底是什么来头？铁马，雷霆给你便是。你方才使用的神通，可愿与我交换？哼，雷霆已经给你，别想得寸进尺。若非老夫刚刚踏入阴虚，岂能让你胜这一招半式？老夫真以命相搏，你也讨不了好。哼，你让那傀儡去我圣坛心想干什么？道友放心，在下是诚心要与你交换一式神通。此神通学自一位碎孽前辈，若道友看不上眼，此事便作罢。此神通名杀戮仙诀，此烙印以杀戮获得生机之力而凝结，固若金汤。当年传授我此术的那位前辈曾说，若得全身1万烙印守护，即便是修真星崩溃，也可安然无恙。这烙印防御力惊人，恐怕真是传承自碎孽大能的术法。若能练成1000万道护身，将是极佳的保命神通。但3目神通毕竟是家族传承，虽来历不明，毕竟涉及家族脸面，不能轻易给出。可这生之烙印也实在难得。罢了，道友既然不愿，此事作罢。道友止步！换了，老夫与你换了，但你要答应，这3目神通不能外传。哼，我这3目神通极为玄奥，只需留下几处错误，他将来即便练成，也不可能达到老夫的境界。到底是个心智浅薄的小儿。这3目神通内蕴含着一丝第3部神通的气息，他却只用来杀伐，当真是暴殄天物。以一个有问题的杀戮仙诀换得此术，这笔交易实在是有些划算的过分了。以这老家伙的心智，最多在里面留下几处错处，但他不知在我推演下，这些纰漏根本藏无可藏。万事俱备，是时候动身了。这雷鼎的样貌与当年的雨鼎极为相似，想必前往雷之仙界的方法也会与当年相仿。看来会有雷霆指引落向雷鼎，引渡修士前往雷之仙界。哎呀妈呀！这是接个人而已，这东西也太大了点吧！这雷内怎好似有一丝玄妙仙气？这是仙雷，此雷只用作接引，未免有些太可惜了。一道仙雷内蕴含的元力，寻常问鼎修士苦寻多年，怕也难以获得。这雷之仙界的接引之法，与我可是天大的机缘。
此等机缘，旷世难匹。王某今日便借你雷仙界规则，吞个畅快。天人，天人盟出现神了！拜人，天人会保佑我们的！天人保佑！天人保佑！老祖庇佑，清灵境风调雨顺，张家上下平安。这下是不是玩大了？好像是。雷霆的力量太强，太过雷龙定无法全部吞噬。雷鼎本是为引渡到雷仙界所用，照常理，受持之人便不会被仙雷所伤。眼下，只需依靠雷鼎引渡雷霆，便可度过此次危机。对呀，不愧是主子，只要咱们雷鼎在手，管他多大的仙雷都奈何不了我们呀！嘿嘿。不对劲啊！据深宫湖所言，雷鼎的数量亘古不变，自虚无凝聚，又回归虚无，从未有损。而且雷鼎乃是雷之仙界幻化之物，不可能被仙雷所毁。主子，你说这雷鼎要是给你弄碎了，那以后雷仙界的名额是不是永远都少一个？天文一向狂傲的深宫虎就有了尊主，唐某起初是不信的，可今日一见，深宫兄竟连雷仙殿的传送阵都没资格进，得和我等一起带仙门开启入内。哎呀，看来此事是真的了。鸿鹄之志，燕雀弃之。切，想当初，你是年轻一辈第一个成为使者之人。如今却因道魂不全，遭殿内疏远，家族长老斥责。深宫兄的鸿鹄之志，也不知值不值啊！深宫虎，你太让老夫失望了。族中即便是大长老，一辈子也不过停留在境界，再无寸进。你们这点见识，有什么资格来指点我的人生？有人！就这么进去了？仙门尚未开启，怎可能直接进入？强行进入，可是会被仙雷轰杀的。那到底是何人？竟能强行进入尚未打开的仙门，尊主的修为该是何种境界？我深宫虎依附于他，绝没有错。
所幸这接引仙雷并未伤我，否则以他蕴含的雷威，能生生将我躯体震爆。日后纵是天大的机缘，也不可如此冒险。眼下还需花些时日疗伤，不如先以神识，在这雷之仙界查探一番，看看与当年的雨之仙界有何不同。有点意思啊！这样闯入雷仙界的，老夫还是头一回见。说不定是个有缘人呐。嗨，罢了罢了，还是大事要紧，有缘无缘的，日后再说吧。真炼成之日，老夫要横扫联盟，让那混账重玄子死无葬身之地。雷之仙界极为辽阔，远胜于雨之仙界。依申公虎所说，除了仙术与法宝外，此地最为宝贵之物有二：仙师与元力。尊主，雷之仙界内，迄今为止已发现过8具仙人尸体。若能有人找到仙尸，交给雷仙殿，将会直接获得殿内丰厚的奖赏。至于元力，雷之仙界中存在着一些富集着天地元力的坑洞。若第一步修士在其中修炼，便能大大缩短抵达第2步的时间。另外，雷仙界内有一种极为珍贵的元气，其中蕴含着一种极为特殊的仙力，可随修炼者的修为而转化。若是第1步修士得到，便会化作寻常仙力；若是第2步修士寻得，则会直接化作元力。医宝终是世间罕有之物，看来还需细细搜寻。疗伤数日，我已用神识将此地再三查探，怎会没有感知到此物的仙力波动？莫非那元气难以寻得的原因，便是因其上仙力诡异，难以察觉。前方小辈，放下此物，否则死！问鼎修为。今日我心情尚可，你将此物放下，我便当作无事发生，放你离去。找死！魔功一道，你知那萨罗弱了些。小渣！
左脸转。这魔灵有乱心之能，要必悼念，王某奉陪到底。此人不过是第一步的修士，竟能悼念化形，再转。凝聚拳魂，一直悼念，太弱。此便为何物？怎会撼我道心？怎么可能？我的修为远高于他，不可能败。你要干什么？雪梨国，小雪来了。这又是什么鬼东西？小子，你许大爷乃传承了元宝剑意的正统剑魂，死在我手里，你不亏。不可能，他不过问鼎修为。主子，小曲子表现的如何？此战动静不小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在这仙界夺宝，强敌可躲，最难揣测的是人心。速来！此处有仙界，诸位道友，我们合力破了这禁制，里面定有重宝。是陷阱！这么多人，就这么点修为，够不够天鬼塞牙缝的？李渊，不是说禁制之术你无所不精吗？是你无能，还是你根本没尽心？小姐恕罪，小人受可家主之命辅佐小姐，不敢不尽心。寇良又来了。这禁制内蕴含了一丝仙力，但这仙力完全可以抽出。不知这禁制者手法娴熟，应该不会出现如此错误。这人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被他看穿了？他怎么走了？李渊，是不是你在搞鬼？别忘了，你的命魂还在我手里，只要我心念一动，便可以让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小姐，许是那人心思缜密，看出了什么？我们再寻他人便是。寻他人？我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？
之下，没入陷阱，倒是自己找上门来了。李渊，死了你也活不了！果然是梅花18剑。他竟使到梅花18剑！天鬼，吞了他！这鬼物不错，是炼制仙味的好材料。你是我家酝养1000年的仙灵，你怎敢？你怎敢！聒噪！道友，手下留情！小姐年少气盛，多有冒犯，在下代她赔罪。哦，雷之仙界有一秘地，其中有完整的元气，我们愿引道友同去。所得之物，半数归于葛家，半数归于道友。道友，意下如何？那是我葛家秘辛，李渊，你……此人能破我禁制，收服天鬼，绝非普通问题。若您在此有事，家主交代之事便会彻底落空。小姐，孰轻孰重？哼！先前见此人命魂被拿捏在这女子手中，行事又窝囊顺从，不以为意。但看现在这般言辞，倒不像是会受制于人之人。而且此人使出的剑指是梅花18剑，此等人物岂是寻常之辈？元气虚无缥缈，但若能获此剑之机缘，此行倒也不虚。这交易可以，但我要抽他一缕魂魄，作为谢客。你休想！道友，不妨抽在下的。带路。小姐。废物！此地毁灭之象，竟如当年宇之仙界那巨大掌印。昔日仙界究竟遭遇了何等浩劫，会崩溃至此？这是雷光藏，是前往秘地的必经之地。据言，此地雷霆蕴含一丝仙界崩灭时的寂灭之意。纵是阳世修士，稍有不慎亦会形神俱灭。不过许兄莫要担忧，葛家传世之宝正可避雷。可助我们穿过此地。走。许兄，小姐，我要他知道，离了我这避雷剑，他寸步难行。届时便可以此为由夺回我命魂。竟能以肉身横渡寂灭雷霆，或许他真能助我达成所愿。那是此非生灵，乃极高明的禁制腐化。
雷仙界碎片为基，灵魂之物为禁引，不成炼化天地万物的灭绝大阵。设阵之修为恐怕已在境孽之上。此物虽声势骇人，但我本雷霆之身，同远之下，小康不难。葛洪与李渊二人，诸事表面是葛洪领路，李渊却像是这一切的主导者。他究竟所谋是何？倒可借此物，以示李渊深浅。多谢许兄。李渊，你是在隐藏什么呢？小姐，稍作坚持，前路尚有进展，密地不远了。主子，好浓的古剑味儿啊，感觉不太对劲儿啊。此地是何处？传闻这是雷之仙界崩毁时，一位仙界大将军的埋骨地。他与佩剑战死于此，剑落成山，便是那座主峰。哼，鬼知道这有没有缘起。有古怪。终于，这身影，阿爷，这人是谁啊？仙人奴仆，他家与我葛家有血海深仇，好在因已灭族了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上古奴印，你到底是谁？李渊，破灭星李家第37代最后一个嫡传。3万年前，我先祖在此被仙人残魂种下毒印，李家血脉自此凋零。这柄剑本是我李家半兽族人血肉魂魄所铸，专为破除奴印而生。万年前，我先祖李静兰携剑至此，欲斩奴印，却被你葛家先祖葛云峰偷袭夺宝，功败垂折。我有你的灭魂，我只是心念一动。你大可一试。灭魂住！怎会？当年我先祖在此被种下奴印，却也窥见了此地的真相。这一草一木，一山一石，皆由破灭境凝化而成。你葛家以为捏着我命魂便可高枕无忧，却不知在这破灭境山上，我取回它，易如反掌。李渊，我葛家是罗天大族，你一个破落户的仆役，真敢杀我！
这些年我每一次低头奉茶、屈膝下跪、忍下责罚，都是为了什么？每一天，我都用此剑在你们识海里刻下一笔，让你们信我、用我，让你阿爷命我护你来此。坏心姐，你一开始便欺瞒我葛家，你这奸诈恶贼！不如此，我怎能等到你们亲手把这柄剑送回我手中？今日，我便要完成先祖的遗愿，以此剑斩我族奴印，也要以你之血来祭我李家一族数万年等待中绝望的祖魂。小姐，可明白了？此人步步算计，引我入局，心思太深。我本只为梅花18禁而来，但此山势禁止其意，若他发难，便受难色，不可再等。从一开始，你便在算计我。师兄。是或不是？我想借你那身可令万物凝滞的神通一用。哦，定身术。定。可我平生最不喜被人算计。愿意定身术我，困了我李家数万年的桎梏，便可解除。你李家之事，与我何干？破边界，起！这便是破灭之人，将与此山共振。别忘了，你还有家人。此剑勾连整座山势，气息直逼第2步。若只为梅花18禁，不止犯险。你话太多了。到了山上，自会杀你血迹。师兄，这些污糟事，本不该让你看见。我对你从无歹意，只是望你施展神通助我。师兄，我已收了禁制，只求你听我一言。我李家曾以禁制驰名上古，3万年前，先祖在此地被种下仙人奴印，自此族印崩摧，世代族人任你天资纵横，修行之问题。便是绝路，寿元不过铜镜3成，血脉如灯油尽苦。为斩奴印，我李家无数族人自甘献祭，以血肉魂魄铸就了这把破印之剑。后如你所知，拜葛家所赐，一切功败垂成。如今李家只剩我、舍妹与老母3人，我的寿数撑不到下次仙界重启。此番若败，李家血脉便真的绝了。为护至亲铤而走险，倒也不像有假。你欺我在先，徐某如何取信于你？君子立誓，
坦荡为本，期望为耻。历史家训若此，可我实在不敢读。若得许兄定身术相助，破印的把握便可增至90成。此玉简之中记载着梅花18禁前13节，赠与许兄，全当赔罪，亦是诚意。确是梅花18禁，我为此剑而来，未曾料到会如此得志。此人谋算虽多，其心却是真诚。只需定身术。正是，那挪印源头就在山顶的仙人石像之中，唯有以此剑斩碎石像，方可破印。许兄，你可愿助我？带路。多谢。梅花18禁后5禁本不可外传，但待此事了结，我愿违背祖训，将后续5禁一并交予你。许兄，随我来吧。先前，你以问鼎圆满修为引动整山奇迹，甚至触其第2步。起初我不解，如今看来，你所会剑志与山同源，这样一来，你自然能随心御神。许兄通透，此山是由破灭禁造化而出，乃4大上古禁术之一，运方圆虚实之妙。可惜早已失传，唯我李家尚有传承。此术已超脱于天地玄黄之品。正是，世人只知4品，却不知在此之上，尚有一层，其名为虚境。虚化4分，便是凌驾于万法之上的4大禁术。得此真谛，万千禁制便如臂使指，远近大小，皆随我心。终于要结束了吗？李兄，你的使命到此为止。我的石海，你不知道我是谁？你李家的奴婢，可是我的手臂。你如何救我石海？我一直都在土里种下石桥，我就在你家血脉之中啊！没有人突破问题，我便可醒来。问题？自有挪印以来，我家历代唯有我与先祖李静兰修之问题，难道聪明？李静兰至死不知曾被我夺胜，你比他强些。当年之事是你。今日便以此剑
斩断我族世代之咒。葛云峰拜见前辈。祭品备好了。血脉纯正的嫡系已备，我葛家乃先主后裔，能为先主复生效力，义不容辞。万事俱备。我李家的剑是为斩奴役而铸。斩奴印，自你李家先祖带回奴印那刻起，他就已是我掌中之魁。那柄剑从一开始便是为温养仙魂而炼。你李静兰，所有李家之人都是我的棋子，你走的每一步都是我铺好的路，只为让你带我来此地完成我之所愿。可惜当年只差一步，但这次有那许物，我不会再败。原来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谎言。我自幼苦修，不该有一日闲的。我所做一切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师兄，抱歉，李兄，连累你了。只怕李渊此生再无相帮之日。李兄，无妨，奴印反噬罢了。徐兄，我们上山吧。方才一瞬，似有两个气息。却又无意，是错觉。主子，不对劲啊！说。方才那李渊身上有股让我头皮发麻的熟悉感。灭之剑，舞剑，
今日。今日以你之血平我族怨。你不能，你不能！此项悲意滔天，绝非执念可诉。原来如此，许立国，嘿嘿，小的在。兄，快来助我！义兄，我方才悄然窥见，7日仙界之中，这位仙人持剑杀敌的幻象，那剑气势惊人。你说如今这石像手中，为何是空的？剑为护主而生，不应迟于主王。主人既是剑，自然也早已断了。是吗？许兄若是嫌报酬不够，我愿再加筹码，梅花18剑后5剑，连同破灭剑真传。事成之后，尽数归你。哎，主子，小的感应到了，在石像里头。我的乖乖！这剑自己都快碎了，居然还在硬撑着维持石像不散。许诺，一计已尽，为何出尔反尔？我答应相助是李元，而非你仙界之魂。此地是我的界域，你走不掉。下品仙位，也敢在我面前造次？你若助我复活仙主，可活；不然，死。幻境。李渊之前有我同行，他也是他计划中的一环。若他的目的是复活仙主，那有我何用？倒是小瞧你了。既然你如此冥顽不灵，那就让你看看何为真正的梅花18剑。1剑，寒梅出战。找到你了。4剑，摧之成影。这飞鹰乃剑之所化，生生不息。而且此地乃他剑之之域，不可应变。简直有所不满。是李渊。
禁止内患，皆系于李渊一人。唯有唤醒李渊，内外夹击，方有破局之计。我为复活我主，筹谋万年，道心坚定，你破不了。道心，阿飞，剑魂，你口口声声道心无瑕，那万年前你同样布局于此，为何败了？果然，我一直在想，李渊求我时，只说需借我定身术稳住石像，以便破除奴役。你为救先主，却仍诱我前来，究竟所求为何？你要借的，从来就不是定身术，而是这因果之鞭，对吗？给我！你想用它强行逆转你主人赴死的果？万年前你失败的唯一原因，根本不是外力阻挠，而是你的主人，那位仙界大将军，他自己不愿醒来。我为复活我主，筹谋万年，你破不了。你口口声声要救他，他若见你如今模样，该作何想？